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21号周一。那么本来今天我是没有直播的，但是因为今天是复活节假期，欧洲是不开市的，美股还是开市，所以今天我加播一场。那么我们现在直播正好是开盘的时候9点半，大约直播1小时左右吧。我们在这个临时加播一场。那么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想提问个股的话，希望你们把提问的股票的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这样的话我可以分析你们关心的股票。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现在这个大盘指数，现在已经开盘了，9点31了，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又是一个低开的一个状态。整体的三大指数全都是低开的一个状态，标普是跌了1%左右，纳斯达克跌了1.5%，道琼斯跌了将近1%。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周末的时候，特朗普又没歇着啊，特朗普真是我非常佩服他，你知道吗？70多岁了，年纪也不小了，但是精力非常充沛。你发现特朗普的精力是非常亢奋的。那么在周末的时候，他也不闲着，对吧？一直在火力全开的臭骂这个美联储主席，一直说美联储主席行动太慢，也不降息，每次都是比较迟缓，对吧？他说，如果说他要让美联储主席走人的话，美联储主席马上就可以走。这番言论虽然说他说的是非常痛快，但是把市场吓到了，对吧？把市场吓到了，你会发现市场是因为美联储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独立性，对吧？你这个随便一个总统或者随便一个官员就能够影响到美联储的一个财政政策的话，那么这个对美国的整体的信用打击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市场比较担忧，开始一个低开的原因就在这里，对吧？现在你会发现美元，我们看一下美元指数。现在已经跌破了99了。我们之前我是，在上周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已经分析过美元指数，我是看到什么呢？大周期我是看到90，我们之前看的是周期非常大，看到90这个位置，美元指数。那么今天它是跌破了99，现在报在98点多，所以美元是开始下挫的，说明这个对市场对美元的信心不足啊。然后这个看一下这个10年债。10年债的话，这个图形上是上涨的，但是对应的收益率是下跌的，对吧？所以说美债10年债也在暴跌，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市场对现在被特朗普搞的就是稍微，特朗普现在就是怎么说呢？他的一番言辞明显能够把左右市场的一个波动，所以说现在就是你去看这个标普就。从4835之后非常清楚，一天涨一天跌，一天涨一天跌，就是对这个消息面的反应特别明显。现在所有的人都是紧绷绷的，天天盯着特朗普的这个Truth Social 上面的他的推文，或者说是任何的相关的一个言论，都会促使市场大涨或者大跌。那么现在。这个看一下标普这个指数，现在这个状态已经跌破了，这是4月16号这个低点。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值，对吧？现在已经跌破了4月16号这个低点。那么我之前应该是在周末做周末漫谈的时候，跟会员朋友们已经讲过，我现在如果说以4385作为起涨点。那么到5459作为一笔分析的话，现在当一笔分析先。那么回落现在已经够笔了，虽然说它是有一个包含关系处理的话，但是时间上是满足5根 K 线的，时间上是满足5根 K 线。我们先把这一笔画到这里，日线上先画下来一笔。那么这个结构的话，我们看这个结构，从最高点6147下来，1、2、3、4、5，它是满足一个5浪结构的。你看它这个 MACD 现在明显是趴在这个位置，对吧？现在就是一个再次看是不是要探底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最差的就是再把4835打掉，
最坏的情况就是再次打掉4835，那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五浪结构，波浪里面的一个五浪。也可以是什么呢？在缠论里面，如果说不跌破4835的话，就会给到一个二买。那么日线的二买，那就是它的次级别的一买。这个是缠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本级别的一买就是次级别的二买，或者说次级别的一买。就是这个你要观察什么时候这个下跌能结束呢？你需要去它的次级别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因为日线的次级别一般我们是看1小时，但是针对最近这段时间看1小时的话，稍微有点周期有点大。看30分钟的话，周期是更清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0分钟这个周期。那么从这个30分钟周期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最高点来分析，就是这个5481这个最高点。以这个最高点我们做一个分隔的话，那么就是这是相当于一个进入段，然后这是这个开始2次反弹构成中枢，这样的话30分钟这里有一个中枢。那么在上周四，因为周五的话是因为复活节假期休市的，那么这个反弹刚好构成了30分钟的一个三脉，然后再次下来，对吧？一般形成三脉之后再打一个低点是非常正常的。出现三买的话也一样，如果说出现一个三买再出现一个高点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这是出现三脉之后的一个再次打低点，这是5328之后，现在在这个30分钟这个结构是什么呢？进入段2次反弹构成中枢，然后出现一个三脉，然后再打一个离开，现在就是开始走这个离开段。所以说这个就看现在这个离开段之后的一个力度，它也可以再次跌破前面这个5115，这样的话看看跌破之后，那么这个结构就相对就饱满了，进入段然后离开段，对吧？我们也可以先比较一下这3段的一个力度，就是从5450，这是离开段嘛，这是有一个中枢，然后走一个离开，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这3段一个力度。现在是已经跌到 0.5 的位置了，也就是说这个的空间是前面这个的一半的这个空间，对吧？到 0.5 了，看它下杀到什么位置，具体能到什么位置我们不知道，但是就看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能不能够给到支撑的力度。所谓的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些啊也不重要，更关键的是这个结构，对吧？所谓的黄金分割的这些数值呢，只是在这些位置更容易出现支撑的力度，更容易出现底分型。我们用它只不过就是一个简易的一个办法。你有时候偷懒的话，你可能大眼一看的话，如果说没有这些工具的话，你可能不知道大概在什么位置上。那么你利用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个办法的话，就知道什么是等比例的位置，什么是 0.618 的位置，对吧？就是一个方便法门，但是不要把这个方便法门当成一个预测，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很多人吧喜欢用这个黄金分割这些当预测啊，这个到了某一个位置它就要转折，到了某一个位置就有支撑，这是典型的预测思维。所以说一定不要把这个所谓的这些画线，所谓的这些什么均线呢，所谓的这些当成一个预测的这个方法来用，这是绝对错误的。我们用它只是说到了这个位置我在观察，就像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前面有一个红绿灯了，对吧？开到这个位置有一个红绿灯，你是不是应该减速啊？对不对？到了位置先看嘛。到了位置，如果发现，哎，虽然说是这个绿灯，但是呢，这个是 traffic jam， 是这个堵车。虽然是绿灯，但是你也开不动啊，你也只能排在这里，慢慢的跟着这个车流往前开呀，对吧？虽然是绿灯，你也不能干一下80迈出去了，不可能吧？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跟我们开车是一样的。到了这个位置，你看一下是绿灯还是红灯。即使是绿灯的话，它如果说有那个交通堵塞的话，你也开不起来。所以一定要根据到了那个位置之后的当时的路况来，是80迈直接能干起来，还是说是要慢慢的往前蹭，这都是根据当下的情况的。你说我到那儿我就能预测啊，它是绿灯，我肯定能80迈过去，70迈过去，不可能啊，对不对？你用现实中的这个道理映衬到股市上，现实中应该这么思考，你在股市里面也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很多人觉得股市就应该好像跟现实中的
这个不一样，其实没有区别。所以说到了这些位置之后，我们再看。现在有朋友提问，这个 Tomalex， 这个欢迎进入直播间。那个我今天主要是加播，所以说可能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么感谢你来参与，你问这个 Palantir， 我们看一下这个 Palantir。Palantir 的话，我们之前是分析过它的大结构，就是周线上它是从 5.92 这是起涨点 ，5.92 是从这一波的起涨点，它之前下跌的话也是跌到 5.92， 就从这个上市之后，然后一波下跌，最低点在 5.92， 然后从 5.92 一直涨到125，对吧？所以说这从 5.92 到125，这大部分上涨都是在这个2024年那个大牛股，这就是它的一个上升段。那么前面这段它的结构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从 5.92 分析的？那么 5.92 它这个是进入段，然后在这里构成中枢，然后这个 20.33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20.33 是什么呢？ 20.33 是这个就是出现一个周线中枢之后的一个回落，这个回落刚好没有回到周线这个中枢里面，看这个水印是周线，因为这个周线中枢的上沿的价格是 20.24， 对吧？这个回落刚好是回落在 20.33， 这个回落刚好没回来，说明这是周线的一个三买，出现周线三买之后，那么一步就是周线上的这个是起涨点在这里，我们把这个起涨点也给它画出来，就是这个 16.44 附近吧，因为它这有几根 K 线，它价格差不多，就是16附近，16附近呢是这个起涨点，就是一个1、2、3、4，就是如果说以浪形分析的话，在周线上现在是一个4浪回撤，我们现在说这个4浪回撤有可能结束啦。你从这个300这个位置去测这个4浪回撤的话，它是跌破了 0.5， 在 0.5 和 0.618 之间形成了周的底分型，对吧？现在就看这个周的这一笔能不能够生长出来。现在出现了周的底分型已经有了，这里能不能够生长出一笔来？无论这一笔是不是能够再次突破 125.41 的话，我们不知道，因为它是慢慢生长出来的。它如果说力度够强的话，可以再次突破 125.41， 那么这一笔就是第5浪，1、2、3、4、5，对吧？如果说不能够突破 125.41 的话，那就在这里做中枢，下面是大 A 中枢，这里再做一个大 B 中枢，这就是我们模型里面对应了，然后可以再打一个离开，对吧？走 C 段，这样的话整个这个结束，整个从 5.92 就可以结束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计划做哪段呢？就做这一段，前提是 66.12 这个点位一定不能被跌破，这是你进场的这个依据。进场的依据就是说这里要走第5笔或第5段。如果说 66.12 被跌破的话，在这一笔生成之前被跌破，说明什么呢？说明 125.41 下跌没结束，对吧？那么很多人说了，那你这分析来分析去，上涨生长出来一笔也可以，被跌破也可以，那我怎么交易呢？是不是很多人会有这种疑惑，说你分析来分析去，我不知道怎么交易了，对吧？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你要计划这里要做这一笔上涨的话，那么你是因为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你不是说等周线这个周期出现底分型之后再进场，你是在利用区间套，在它的小周期出现迹象的时候就开始进，但是以 66.12 作为一个防守位，你可以如果说在 66.12 附近进场的时候，你的止损是在 66.12 附近的这个位置，如果说跌破的话，说明你进场的依据没有了。那么如果说被打破之后，你就先出来，因为你不知道这段下落能到哪里，它直接可以再砸回到这个中枢了呀，也可以啊，对不对？所以说你任何一个位置进场，你都有可能被止损，都有可能亏钱，没有100%的盈利策略，或者说没有100%让你赚钱的一个方法。那么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控制好你的损失。你进场之后，你就要想好你的出场策略，亏多少你能够忍受，对吧？很多人是跌破了这个位置他不出来，他会慢慢一直阴跌，对吧？到了这个位置了，可能止跌了，我这个位置忍受不了了，我开始杀跌，我开始割肉了，基本上就割在这个地板上，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该出的位置不出，该加的位置不加，这就典型的一个节奏错乱的一个人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你既然知道了这个位置要做一笔的话，就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从 125.41 下落之后有3段，我们当时也比较过这三段，这3段的话明显是有背驰的，我们目测也能看出来这个第3段是弱的，对吧？第3段是弱的，当时它是刚好是跌到了 0.618 的位置，看到没有？这第3段跟第1段比较，刚好是在 0.618 黄金分割的一个关键位置上企稳了，那么又开始出现反弹。所以说你要进的位置其实是出现日线底分型的时候，然后第3个元素我们之前说过，底分型有3元素，1元素、2元素、3元素，第3元素出现底分型之后的回落的这个位置买，而不是说出现这个底分型确认底分型的上沿买，而应该在下沿买。这个是我在直播中已经强调过多次，对吧？出现底分型的时候，下沿回落的时候买，那么买入之后你就等待嘛，就至于持有，以 66.12 作为防守，或者说以在下面一点60附近，对吧？不要贴得太近，贴得太近的话很容易被这个止损打掉，这就是你进场之后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反弹现在也已经成笔了，那你要关注这里能不能够生长出从 66.12 能不能够生长出来这个周线的一笔呢？那你就要看它的次级别了。你光日线上的话，现在只有一笔。1小时上我们之前也分析，其中它有一段啊，现在是可以用1小时来分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把它1小时的结构给它画一下。我之前是用30分钟分析，其实用什么分析都差不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一个精细度的一个区别，对吧？你用30分钟分析的时候可能更精细一点，就是你显微镜的度数更大一点。显微镜的度数更大的话，你看得更清楚啊，对吧？你显微镜的度数小的话，你就看得模糊一点嘛，对吧？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从 66.12 的话，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1、2、3、4、5，再走第5段，对吧？再走1小时的第5段，那么它从 66.12 上涨能不能够结束呢？就看这个第5段有没有结束嘛。连第5段都没有结束，你怎么能说 66.12 的上涨结束呢？对不对？所以说走势就是这么一段一段来的。你这个说啊，就非要说我现在日线上能不能有没有这个结束？日线上结束的前提是 89.62 上涨这段要结束。现在这段还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呢，怎么看它结不结束呢？一样的办法，降低周期，区间套，看一下它的周期15分钟，15分钟上的话，现在我们看有没有这个回落，回落的话是有，但是不够比，所以说我们用5分钟来看，因为这两个周期的这个周期5分钟和15分钟，它的级别是大约相等的，对吧？所以说你用15分钟看或5分钟看都可以，因为5分钟上有中枢啊，你就可以用带中枢的来看。那么这样的话，这里有一个5分钟的中枢，非常清晰的一个中枢，有中枢就好分析了呀，对吧？有中枢，哎，中枢的进入段，然后在这里震，对吧？现在有这个要脱离这个5分钟中枢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它这个 MACD 张口还是不错的，就看它，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Palantir 可以说的更细一点，毕竟现在提问的人并不多，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可以揪的更细一点。那么现在看怎么分析这段结没结束呢？就是看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先比较，这是进入段，然后这是离开段，哎。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受阻呢？对不对？你把这个图形分析好了之后，到了这个 0.618 就会任意的位置出现了这个图形上开始出现顶分型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了呀，对不对？所以说你到这个 0.618 96.1 的时候开盘，你发现开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这个，因为现在看的周期非常小。是一个5分钟的一个周期，对吧？那么它上不去，你肯定不会往里追呀，因为它到了任意这些位置，主力的位置都可以成为阻力被压回来，对吧？你要进的位置是在它回落到中枢的里面进，你是在这儿进，然后止损你可以放在比如说中枢下面一点，对吧？它只要不打掉你的止损，就一直持有，一直到持有到什么时候呢？你可以到 0.618 就减掉，因为你做的就是一个短线嘛，你也可以再拿一拿。到 98.2，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等比例，具体到哪儿的话你不知道啊，但是
有的人也可以利用一个跟踪止损的办法。什么叫跟踪止损呢？我在这个位置进了，然后这里先那个进场之后，先把止损放在比如说92，但是呢，它涨上去了，你就可以把止损提上来，提到某一个位置，保证你不亏钱出场。这就是一个跟踪止损的办法。很多人就是说，死心眼的，哎呀，我这个位置进场都是赚钱的，然后非要等到打掉止损再出场，那你何必呢？他如果说下来，你发现他要有下来的趋向比较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跟踪止损嘛，在某一个位置赚钱出场。一旦你是一个赚钱的一个交易，不要把它搞成一个亏钱的交易出来，你这样对心理的打击是比较大的。毕竟你进场的位置是对的，然后又盈利了，只不过你就对它后期可能是它并没有延续到，打个比方，你是看到98.2，它也可以是回来一下再上去啊。因为毕竟现在它并没有脱离5分钟这个中枢啊，它还是在5分钟这个中枢震荡。怎么样判断它是脱离5分钟这个中枢呢？就是这个3买或3卖，它上去了回来没回来，出现一个3买上去，对吧？这就不再继续中枢震荡，或者说跌破这个中枢，然后给一个3卖也可以。所以说针对这个Palantir，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开盘之后进场的话，现在这个位置完全可以减掉了呀。减掉之后就看它这个回落的话，能够回到5分钟这个中枢里面来的话，你再买回来，你也可以把5分钟的这个中轨给它加上，对吧？它如果说回落到这个中轨这个附近上下，可以再上去啊。现在是一个1、2、3、4、5，只有5笔，它回来还是第6笔，甚至是因为它这段上去的话是一个特殊笔的一个处理。所以说你在交易的时候，我们现在看的是5分钟，就是现在当下的一个这个走势。那么你在交易5分钟是这么干，30分钟也是同样的办法，1小时60分钟，或者说日线、周线、年线都是一样的，方法都一样，只不过就是每个周期你对应的仓位可能不一样，因为那个5分钟周期比较小嘛，它如果说那个仓位如果用的很大，你又没有及时出来的话，可能造成的损失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就是相应的周期对应不同的仓位就好了。然后再往下看，然后你问的这个大部分都是这个这个动能比较强的，对吧？特斯拉了、英伟达了、谷歌了，对吧？然后还有朋友问，还有你还问 ETH、BTC 啊，然后另外一个Vincent 朋友也问英伟达，我们先看一下，可以先看一下英伟达。英伟达的话也是，我在这个周末复盘的时候也已经讲过，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图形，这个最高点在哪里？114.11，对吧？它前面这里的这个最高点115.1，就是我们现在可以从86.62到114.11先当一笔用。虽然说115.1这个位置是最高价，但是因为这根 K 线破坏了这个整体结构，但是它的时间周期是够的，也就是说从86.62涨到114.1，这个时间是满足5根的，最少5天或者5个交易日的，对吧？虽然说115.1这个最高点，但是呢，我们在划分比的时候，因为这个周期是相对大的，现在的这个周期是日线，那么在它小时周期或者说30分钟周期，我可以利用递归的方法，对吧？可以是不是最高点，我们就可以这样画，就是这个是可以这样，就是现在红颜色的是30分钟或者60分钟，那么我用蓝的这个代表是它上一个周期，这是一笔，就是红颜色的3笔构成蓝颜色的一个线段，也是可以什么呢？也是可以出高点，红颜色的出高点了，然后我从高低点来画，从最低点画到最高点，这样的话也是线段。那么前面这个是从最低点没有到最高点，但是也是3笔。缠论的对线段的定义就是由3笔构成线段，并没有要求这3笔是从最低点画到最高点，这是我需要强调一下的。所以说在日线这个周期，我可以画到114.11这里，就作为一笔。这里先画到这里，画到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它的结构相对就饱满了。从这个153.03下来的话，看一下它的结构，复习一下。进入段2次反弹构成中枢下来，再上去构成3卖，再次下来，再次上去，这样的话就构成2个中枢了。
相当于我 A 中枢也有了 ，B 中枢也有了，但是呢，这两个中枢高低点是有接触的，对吧？但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扩张之后的大中枢，就变成了一个盘整下了。如果说两个中枢高低点没有接触的话，那不就是一个趋势下，对吧？这两个中枢的高低点没有接触，这是一个趋势下。但是因为这个两个中枢的高低点有了接触，打个比方是这样的话，那就变成了一个大的中枢。那么这个整个的下跌就变成了一个盘整下，所以说就不是一个趋势下，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但是呢，这个形成扩张之后的结构是相对复杂的，对吧？它也是可以是一种以这个86.62作为转折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怎么演变呢？就是把这个中枢如果说去掉，那么以86.62作为转折点的话，如果说以后能走出这样的走势的话，我们先这么假设。如果说这里是转折点，那么153.03下来，这是进入段构成中枢一个3脉，然后打一个离开就结束了。这是一个盘整下，对吧？带一个中枢的盘整下没有问题。那么右侧的话就是一个现在开始衍生长，这是进入段86.62，这里是进入段，然后回落，这是一个构成中枢的第一笔，它可以在这里生长出来一个新中枢，然后走离开也是可以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就以这个为这个分析。从114.1这里是回落的第一笔，把它画出来。虽然说现在只有这个我们把这个前面这一笔也画出来，就这样，先气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是生长出第一笔来，第一笔的回落，现在也是到了 0.018 的这个位置，对吧？那么到了 0.018 之后，看它能不能够继续向下去。它最坏的情况就是再次打掉 86.62，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这个再次打掉 86.62 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前面这个 A 中枢，然后形成 B 中枢走离开，就是走 C 段，模型里面就是走 C 段，再次打掉 86.62， 那这是最坏的情况，或者说是相对比较差的。最好的就是回落了，到了这些位置给一个2买，然后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甚至更强的是直接走离开，这样的话就是一个1、2、3段。那么3不背驰的话，就可以再有4和5，对吧？现在就看现在就是生长在构成中枢的这一笔，或者说它要走离开的这一笔，无论是向下离开还是说要构成中枢，都要有一笔的，对吧？无论它怎么生长，那么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从114.1下来的这一笔。它的次级别1小时上是这个只有一笔，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降低周期。现在用1小时观察的话，就相对的这个慢一点。我们用这个，我们把这个1小时的，把这个114.1这个价格给它加到30分钟上，这是114.11，我们把它分隔开来。我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114.1下来的这个结构。对吧？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我们看一下是不是30分钟。那么这里给了一个回落，然后再次下来。我们看一下114.11，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这是一个浪形的模式，1、2、3、4、5，现在走第5浪呢，看到没有？非常清楚吧？1、2、3、4、5。如果说以114.1作为一个起跌点的话，走第5浪，没结束呢。什么时候结束？想要出现任何转折的前提是出现顶底分型啊，任何的转折都要有底分型、顶分型、底分型、顶分型。现在有吗？现在有底分型吗？30分钟上有底分型吗？有没有底分型是一眼的事儿，不需要预测，对吧？没有啊，没有，你应该怎么办呢？继续等待。没有底分型的时候，你应该做的就是继续等待。所以说，怎么操作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对吧？那么出现底分型了，然后再看什么呢？不是说出现底分型你就立马干进去。出现底分型了，我要观察呀，观察这段的内部有没有背驰啊，它的次级别有没有3段的背驰，是不是带中枢的，是不是带2个中枢的，我要看它的内部结构啊。如果说出现内部不背驰的时候，比如说它是一个1、2、3，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肯定不进的，因为它还有4和5呢，对不对？所以说是双触发。之所以用双触发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我们想抓这个拐点嘛，你抓在拐点的位置进场。拐点买了就涨，
拐点卖了就跌，那不是最好的吗？现在并没有出现要拐折的迹象，那你能做的就是等啊。现在这个指数现在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落，我们再看回过来头来，先看一下这个标普，它现在已经到了 0.618 了，快速向下走，对吧？但是现在刚刚开盘半个小时，还说明不了什么。一般这个低开的话，一般会沉往下沉到，比如说到中午的时候，或者说到下午2、3点钟的时候，可能出现一个转折。所以说想进场捞的时候吧，不要着急，对吧？要给到一个明确的信号。什么叫明确信号？就是明确的顶底分型的时候，你再开始进场都来得及。你即使是以顶底分型这么一个简单的策略交易的时候，都不用慌，都不用着急说，哎呦，是不是买不到，或者说涨得太高了追不进去，永远不会的，对吧？所以说没有出现那个的时候，你就等待就好了，搬个小板凳，在场外关注着多空怎么争夺的就好了。你如果想操作的这个更小的话，那你就只能降低更小周期，去5分钟上，去1分钟上去看了。那这个就太小了，那你这是就难度就更大了。级别越小，难度越大，这个一定要清楚。不是说好多人愿意做日内交易，但是又没有那个能力做日内，觉得日内交易多爽啊，一会儿能买一会儿能卖的，对吧？级别越小，操作难度越大。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天天喜欢在交易里面一会儿买一会儿卖的。就是现在这个，因为现在交易股票的话，很多美国的这个券商都没有手续费，造成了大家这个过度交易。其实过度交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很多人进场出场都非常的随意，你发现没有？不知道你周边的朋友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交易非常随意，看着觉得要涨了就买，看着觉得要跌了就卖，或者说就割肉。它没有任何的交易的一个系统或者一个方法来告诉自己这个位置是不是有可能要转折，因为我们要交易要赚钱的话，赚的是交易这个走势类型延续的钱。什么叫延续的钱？你如果说在这里做空的话，这个下跌的走势要延续，你就赚钱；你在这里做多，如果说它要下跌延续的话，你就亏钱。所以说你赚的是延续的钱。那怎么判断延续呢？你就需要有依据了。对吧？不是靠你感觉的。很多人说什么，哎呀，我有盘感，盘感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模糊的这么一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用信号，用这个量化或者用指标来给，那都是交易很多年的交易员，他们可能是，那这也是从图形上给到的盘感呢，对吧？他也是通过各种图形的一个结构。什么价这个支撑啊，什么阻力了这些东西来分析的，所谓得到的一个盘感，也不是说你没有任何依据的呀。很多人就觉得呀，我有盘感，其实是造成自己过度交易的很大一个问题。很多人交易出现错误的原因就是没有这个纪律，该动的时候你不动，不该动的时候瞎动。很多人就是捆不住自己的手，控制不住自己那一颗躁动的心。对吧？就喜欢在市场里面进进出出的感觉非常的爽，就找那个爽感。很多人就进场交易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找那个爽快的感觉，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交易到后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需要控制住自己的那个躁动的那个劲儿。那么这个指数现在还在下跌过程中，我们就不继续说它了。我们再看一下其他朋友提问的这些，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吧，你也问了一个比特币，今天这个比特币的话是，现在是涨了2.46%，比特币是涨了2.46%，相对于其他的，现在的股票啊，还有美指的话是偏强的一个状态。那么它涨了2.46%，那么这个结构我们之前是说过的，从这个10935下来的话。这是一个1、2、3、4、5直接扔，这是一个第5浪、第5笔，对吧？那么现在是一个开始出现要做中枢了。那这里呢，强一点的是直接，比如说出到120天，或者说直接往上走。那么现在是这个反弹这段，现在是没有说它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可以看一下这个它的一个次级别，现在最高点87799。现在日线上这一段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你就需要降低周期看一下4小时。那么4小时上
它这里是有过几次回落的，我们可以把4小时它这个中枢，这里是有一个中枢，还有一个300，这个就是你的缠论的多义性。你把中枢画在哪里？4小时的中枢可以画在这里，画在这里的话，我就前面这个3段就是进入段，这就开始震荡，对吧？4小时开始这震，还出现了一个4小时的300，但是呢，因为它这其中有一笔呀，就是这一根 K 线破坏了这个上涨的这个结构。如果说到这个最高点的话，这个回落是不够比的，只有4根，但是没有问题，你就把它当成到这里，到次高点，就跟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你这个周期够大的时候，可以用递归来画的。那么到次高点的话，那回来正好够一笔啊，然后又符合这个震荡结构，为什么不可以这么画呢？对不对？所以说，在大周期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画的，但是在小周期的时候，比如说你看的周期是5分钟、1分钟的时候，就不能这么画了。5分钟、1分钟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定义来画。那么现在这里是形成了一个4小时的300，对吧？也是可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价格，85526、85492没出高点，这个点位是没出高点的。那这个反弹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个回落也不要，那么就到了这个后面这个高点85625，那这个是出高点的，所以说这个这一笔的上涨是直接到这里，然后回来之后给了一个300，然后现在开始走离开，对吧？所以说这是一种画法，还有一种画法是直接把这个画到这里，那么其实就是在做4小时的一个中枢震荡。那么前面这里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进入段，这样的话就这里有一个4小时的中枢，这里有一个4小时的中枢，这里有4小时的第二个中枢，那么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扩张大中枢，那么就可以走离开段，对吧？这两种分析方法都对，就是缠论的多义性造成的这种情况，它没有结束，在没有结束的时候，它就有各种可能性，那么你就可以利用这个多义性来分析，怎么分析都行，对吧？其实都差不多。那么你要是当300来分析的话，就看它这个离开段能不能给我打出去。我们再看第一种情况，然后这个就不是中枢了，因为这个是3笔构成进入段。那么这个位置是300，就看它能不能够离开脱离这个结构。现在看的这个状态还不错，这个是这个离开这段，现在看的周期是4小时嘛，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小周期，小周期这是一笔上一笔下，没有结构，30分钟应该有一笔回落，对吧？看一下这个30分钟，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30分钟上这个离开，就4小时这段，在30分钟上能不能够离开得了？83792到这个87799这段有没有结束嘛？30分钟上看一下，30分钟，1、2、3、4，这是有一过回落，1、2、3、4，现在是30分钟上在走第5段，第5笔也形成了，但是现在这个稍微偏弱一点，看能不能够再次突破吧。如果说你在做比特币的短线的话，那么它如果说再次突破87799的话，是可以再慢一点的，因为它在30分钟已经形成了一个1、2、3、4、5，对吧？就看这第5笔的这个力度，如果说突破87799之后力度非常强，如果说能够把 MACD 给拉上来，那你就再多拿一拿，可以再多拿一拿，因为这个30分钟上是一个1、2、3、4、5的结构，现在是在走第5段，对吧？如果说很强的，如果说它突破了这个87799之后，如果说突破87799之后很弱，那就基本上就是5浪就结束了，那你就卖一卖，因为它要再回来做中枢，甚至是直接走反向也可以。所以说无论简单的方法就是突破87799就卖就减，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策略。那么再回到日线上，
既然30分钟上还没结束呢，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74420上涨没结束啊，只有它小周期结束了才能可能结束。然后如果说30分钟这个结束的话，那就看它能不能够回来，看是不是要再做第二个4小时中枢。这是4小时第一个，这是4小时第二个，再看它打离开，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直接以87799作为这个最高点分析，这样的话走反向也可以，对吧？那么如果说出现一个二卖的时候，4小时的二卖的时候，那就知道了，可能要走反向了。所以说啊，怎么走都可以，但是你在交易的时候，就是要在不同的周期出现了不同变化的时候，你是要减仓还是要加仓，就是一个加减仓的一个动作。至于它怎么走，那都可以啊，因为是市场的一个选择呀。你没有办法预测市场怎么走，你所能做的就是市场怎么走了，我怎么应对。市场这个上不去了，日线上这笔要结束了，又是200天均线了，我减一减嘛，先，对不对？回来了，如果说回来的力度不够强，那我再买回来，它可以再往上走，对不对？所以说预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所能做的就是根据现在这个市场当下的情况做你的一个仓位的一个调整。好的，这是这个比特币。然后有一个叫 Alfred Tan 朋友问这个 XOXL， 这是一个3倍做多芯片的一个衍生品。这种3倍做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震荡结构的时候，它的耗损是非常大的，对吧？你如果说这种标的啊，比较适合的就是单边的时候拿着它，或者说你做日内的时候可以拿着它，因为它损耗比较大。长期拿着它的话是这个问题非常大。你问短线什么位置可以进？你所谓的短线我不太清楚，是日内短线呢，还是30分钟、60分钟短线，对吧？这都有区别的呀。你要是做超短线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结构，从7.23之后这反弹不够比，看30分钟有没有结构。30分钟有结构，可以用这个30分钟这个中枢来操作呀，这不是很清晰的一个结构吗？你该怎么做入，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儿吗？30分钟上有这么一个清晰的结构，不会做吗？7.23作为起涨点，7.23这里作为起涨点的话，这不就是在30分钟在这震的吗？你怎么做呢？中枢震荡啊，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卖掉，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买回来，或者说中枢震荡的时候它是可以任意位置的，对吧？所以说它又到了中枢下沿了，你就买一点嘛，对不对？买一点中枢下沿的位置，以7.23作为止损，或者说7.2或者7块钱作为止损，对不对？因为它只有打掉7.23之后，这个整个的结构才会被破坏掉啊，对不对？所以说你如果说这个位置就现在这个位置就可以进一点嘛，对吧？进一点，它看它能够上去。你如果说做短线的话，可以看守着这个120均线也可以。你会发现120均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均线，有没有？对不对？有没有？根本都没到120，这里开始贴近120了，120越来越低，发现没有？120均线越来越低，说明这个开始走入这个震荡市了。所以说震荡的时候就用震荡的操作策略嘛。下面的时候买一点，以7.23作为止损位或者说防守位，只要不跌破7.23，你就一直拿着，它就会给你涨出来一笔。跌破7.23，或者说跌破7，跌破7.19，跌破多少，设一个位置，因为你不知道下面有多深呢，所以一定要设止损位。如果说玩这个短线的话，这个图形这么清晰，有中枢的话，操作起来是相对简单的，对吧？好的，那么再看一看其他人问的，这个 Tomlex 朋友也问了特斯拉，还有这个谷歌，对吧？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图形。特斯拉的话，现在是相对偏弱的。那么我们之前讲过，这个特斯拉，它从最高点488下来的话，是一个7浪，1、2、3、4、5、6、7，第7浪。现在开始看它要走第8浪，或者说第8笔，也可以再次跌破214.25。跌破它的话，就是这个第7浪没结束，对吧？那么它的基本面
想必大家都非常清楚了。那么也是一样，如果说从214.25反弹到这里，我算成先当一笔用的话，那么这里其实在做这个反向中枢，看看在围绕这个反向中枢在做这个中枢震荡。你也可以把这个中枢的位置给它先画出来，利用这么一个中枢来判断，对吧？现在这个回落的话也够5根了，或者说够5天了，对吧？就看这个回落的这个位置，你只要不跌破214.25的话，或者说即使跌破214.25力度不够的话，那也就是在这里做震荡嘛，对吧？所以说214.25不能被跌破，就是一个防守位，跟刚才那个SOXL 是一样的，方法是一样的。你只要有中枢了，只不过就是周期不一样嘛。你做的是30分钟还是日线还是5分钟的，周期不一样，方法一样嘛，就看这段的回落。然后看一下30分钟上，30分钟上，如果说以216.8作为分析的话，它是一个123段，一个123段，3是明显强的，对吧？3明显没被持啊，但是呢，这里是有过一段回落，可以当一笔先这里画出来。我现在30分钟上用一个递归的方法的话，就这里先当一笔反弹，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中枢，然后现在是开始走这个离开也可以，这样的话这里就有一个中枢嘛，30分钟一个中枢画出来，对吧？以21.68作为分隔的话，现在带一个中枢了，开始走离开。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离开段还不被持，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还不被持啊，说明这里要做一个 B 中枢出来了 ，A 中枢，B 中枢。之前有朋友问说一定要2中枢结束吗？就是说一定要 A 中枢 B 中枢才能结束吗？不是一定啊，没有一定的事儿啊，只不过它没被持啊，因为这个离开段没有被持，说明它的力度强，它的延伸性强啊，那就更容易形成一个 B 中枢来，对吧？也是可以这个盘整就结束的，就是一个中枢能不能够结束？可以结束啊，但是你要表现出来力度啊，你要有非常强的那个回拉，然后那个回撤还不跌破这个，给一个2买，然后左反向也可以呀。但是现在并没有表现出来这个，那么更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做 B 中枢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要做这个特斯拉的话，就是等它这里出现一个 B 中枢之后，也就是说这个下跌的结构饱满一点的时候，我才开始着手往里进。因为你不结束，我就开始尽力做多的话，那你只能做每一小段，也就是说你要做多的话，只能做这个每一段做多反弹这一段，对吧？所以说就看你要做哪个周期的，说来说去就会落实到那个周期上。每个人的交易周期不一样啊，你是用30分钟交易的，他是用日线交易的，可能巴菲特用年线交易的，那么你交易周期不一样，我看的就不一样啊。如果说用那个大周期看的话，它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形呢，对不对？它只不过是一个现在看的周期是年线的，它年线上只不过就是这里有一个小中枢，开始在做这个年线的第2个中枢而已，对不对？所以说就不同的周期，那你对应的这个操作的方法就不一样。所以说还是要看你自己要做哪一段，还是要做哪个周期，你能不能够做得了30分钟这个周期？你有没有时间盯盘呢？你有没有时间看这个周期的变化？所以说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我交易的周期。大部分人如果说没有办法盯盘的话，你就做日线以上的。如果说这个有能力的话，可以做一下60分钟、30分钟的。如果说能够做日内的话，那你就相当于那个这个全天就是叫什么职业交易者了，对吧？他们才能去做日内的交易。一般人是做不了日内的，你做日内喝个咖啡，上个厕所，哎，图形变了，你根本忙不过来的，对不对？先定好自己的交易周期，你这样就不会乱，你就不会因为哎呦日线上我没什么大变化，但是5分钟上上下翻飞的，我就有点急不可耐的，对吧？所以说定好交易的周期，你就知道看什么了。这是这个特斯拉，然后这个我们再看看其他的，他也问了一个谷歌是吧？我们也看看谷歌。谷歌的话也是最近这个不论是谷歌呀还是 Meta 什么 Facebook 都受到了这个反垄断法的一个骚扰。这个东西啊，
不能说它是一个政治迫害，或者说叫一个什么玩意儿。但是呢，这些大公司毕竟确实是有这么这个已经也不是应该是老生常谈了吧，对吧？哪个政府哪一届政府，不论是这个特朗普啊，还是奥巴马，还是拜登的这些政府，都在说要分拆，一直在调查嘛。但是，说了这么多年，也没见把哪个大公司这个什么谷歌了，或者说Facebook 给拆分掉，对吧？都在做这个，哎呀，怎么说呢？但是呢，市场上是会利用这个来打压这个公司的，对吧？为什么这个谷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今天它是跌了2.多%，跟差不多吧。今天谷歌跌的跟其他差不多，但是谷歌在上周四的时候是跌了1%多，比其他跌的多，是因为这个反垄断的这个消息的这个刺激。那么它的大周期的话，我们看一下这是哪个周期的？现在看的是月线，月线上已经跌了3个月，周线上回落一笔，周线上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结构。周线上从这个最高点起来了之后吧，83.45起来之后，这里只出现过第一个周中枢，周中枢只是第一个，然后从最高点208.7回落之后又回到中枢里面来了，现在又有2根均线上来了，120均线、200均线都在这里，对吧？200周均线、120周均线都在这里，非常大的支撑。你不能够有效跌破，尤其是120均线，你不能够有效跌破120的话，那就不可能出现大幅的下杀，更可能的就是在这里做中枢震荡，对吧？所以说你要做谷歌的话，就先看这段节目结束，208.7跌到这个142，节目结束嘛。现在是周线上已经有底分型了，看看142.66不能被打掉，对吧？你打掉的话，说明这个下跌延续嘛，对不对？看一下日线。208.7跌到142.66，日线上现在开始有一个中枢了，我们把它这个日线中枢也给它补出来。日线有中枢，然后现在开始走这个日线的离开，我们可以以这个280.7作为一个分割点来分析，就看208.7右面这些就可以了，关注它的右面这些的一个演变。那么现在的结构我说一下，结构这是进入段，一笔反弹，2次反弹构成中枢，然后开始走离开。这个离开就看它的力度，可以再次跌破142.66的。那么这个是走离开的话，就变成了模型里面的小 B 段。小 B 段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是小 B 段，模型里面是小 B 段，前面是小 A 段，然后后面就是小 C 段。现在模型里面如果说走小 B 段的话，这个必须要有力度。没有力度不够强的话，就会被拉回到前面这个中枢里面来。所以说，就看它是不是要再次跌破这个142.66，不能跌破的话，就会被拉回去，围绕这个最后这个中枢震，对吧？所以说，现在关注的重点是要跌破它还是不跌破它，那就要关注的重点就是这个离开这段164跌到148.97这段节目结束嘛，对不对？我们把这个结构给它补全，日线上。那么把这个最后这一笔给它高亮一下，现在回落也够笔了，已经是5笔了，5根 K 线。看一下次级别，次级别没有结构，只是一笔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日线的30分钟，日线的因为30分钟跟60分钟是结构这个级别大约相等的，所以说都看哪个都行。30分钟的话。有浪形，我们把浪形给它画一下，这是1浪下，2浪反弹，然后这里的话是有过一次小反弹，你把这个算上也可以，对吧？这是一个1、2、3、4的反弹之后又快速杀下来，然后到这里又给了一个比较小的反弹，然后再下来，说一个以浪形模式，30分钟上以一个浪形。1、2、3、4、5、6、7，已经第7浪了，第7笔了，对吧？我们之前说过，我们在模型里面有一个7浪衰竭和一个9浪衰竭的一个模式。7浪如果说不能够力度往下杀的很狠的话，就是说7浪必须要不被持，跟这个5比较，如果说能够不被持的话，就会有8和9。如果说7不能够力度下去的话，基本上就结束了。那看它能够先弹回来，
弹回来能不能够做中枢，做一个中枢之后再看是再次往下走，还是说能够走反向，对吧？所以现在就看它往上生长这一笔，现在是已经出现一个收阳的一个 K 线，是一个好的迹象。如果说你要做的话，你要么就是等它出现一个30分钟的一个底分型，30分钟出现底分型，但是问题是它的内部这个段的5分钟上结构不够饱满，我们可以看一下，再看得更精细一点，看一下5分钟。5分钟上也没结构，对吧？一个1、2、3、4、5，那就要看一下1分钟上，这就看得非常非常细了。其实这就是缠论牛的地方，大小通吃啊。任何的周期，我只要方法一样的话，我可以看到1分钟，甚至看到秒级别的。如果说你的图形支持这个秒级别的图形的话，那么这个1分钟上这里有一个中枢，1分钟的中枢，我这个上面没有画1分钟的，就把它圈出来，我们就知道1分钟中枢，再次做1分钟中枢，做了2个1分钟中枢，然后下来之后，这个是反弹不够。对吧？现在在做这个新的1分钟中枢，那么这里是有一个回落的话也不够，就是1分钟上现在是只是有2个上面只有2个中枢，1分钟这里有一个 A 中枢 B 中枢，但是这个2个中枢我们要高低点的话没接触，高低点没接触，一个趋势下来，那么现在这里可以是如果说在当下交易的时候，肯定是可以当成一个3脉来交易了，对吧？因为它是一个明显的反弹，但是因为这个K 线的破坏造成了这根 K 线，我之前说过，在日线就大周期的时候可以用递归，但是在1分钟上我们不能用递归啊，1分钟上就必须要严格来这个有包含处理的话就要包含处理掉，包含处理掉这个反弹是不够的，对吧？但是在当下的时候你在交易的时候，这个是可以当成一笔的，也就是需要看它是不是对前面的一个反弹确认，出现一个3脉，对吧？那你在当下日内交易的话，这个3脉你肯定要出来呀，你不出来的话，又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回插，对吧？所以说，在当下交易的时候和你在做理论分析的时候，在画图分析的时候，这是有区别的。那么这个又出现了这个结构，那现在什么时候能结束呢？现在在1分钟上还没有看到结束的这个迹象。1分钟什么情况下能出现那个变盘或者出现向上转折呢？我们画一下它的情况。就是首先这是一个一笔上，如果说一笔下到这里的话也可以，那这个一定要强。现在看的周期是1分钟，这第3段一定要表达出强势，然后这个回落一定要买回来。如果说你做的日内交易的话，那可以有5，对吧？这是一种情况，是可能出现转势的。那当然后期的话，当然也可以回来做中枢，再上去，再做中枢，再上去，这就是 A、B， 这是1分钟啊，对吧？方法一样吧？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在这里做中枢，1分钟中枢做出来了，然后这个最低点是148.98，就是防守位，那么啪一个快速上去不背驰，就是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不背驰，那这个位置一旦出现这种快速上拉的时候，你可以这种1分钟如果说出现突破的时候，你如果说做日内的话，也可以抢一下做突破，因为它快速上拉的时候你可能买不回来，对吧？如果说不想追的话，就是等待它这个快速突破没有首先条件是不背驰，这个一定不能背驰，就跟这个进入段比较不背驰，那就可以买一个回落，1分钟的回落，也就是5根 K 线嘛，就5分钟，等一个5分钟，然后如果说给到一个3买的话，买回来，那就可以看能不能再次不背驰，甚至是走一个5段也可以，对吧？这是更强的情况。一般的话就是来一个3段背驰了，然后回来再做中枢，做第2个中枢。B 中枢 A 中枢，然后看能不能再上去。所以说想要它变化，只能是出现刚才那2种情况，一定要有一个做多的人，或者说强势表达的那种情况，就是一定要有不背驰的这种，或者说是要做中枢，然后离开段不背驰的，就只有这2个强势表达的时候才可能转折，没有的话那肯定就往下走了，不往上涨就是往下走，或者说是中枢震荡也可以。但是你如果说要做多的话，肯定是要等它出现多头的苗头的时候，等它出现多头表达的时候我再进。它没有表达的时候你现在进，那它可以一直在这里震，那多磨人呢！1分钟磨的你就在这盯着吧。
对吧？所以说，1分钟的这个周期能不能够做？当然可以做了，看你怎么做了。你是要盯着这1分钟在这玩，那你玩去吧。这个1分钟149到149.5，只有多大的一个空间？0.32%的一个空间，你做日内根本做不出来利润的，对不对？所以说，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出场，那你是有明确等待的这个模型的，而不是说瞎等。很多人愿意做交易，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等。就这种没有什么利润的时候，你就等了，都没有出现1分钟都没有出现多头的表达的时候，在最小周期都没有出现多头表达的时候，你急什么呢？对不对？除非这1分钟出现快速上拉的时候，我要看了，是不是有什么事件刺激啊，公司刺激啊，才有可能说，哎呦，这里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了，或者说短期的一个转折点，那我可能要着手开始布置了。它都没有变化的时候，你着什么急呢？对不对？然后这个谷歌我们就分析到这里。这个我们再看一下今天这个 VIX 的话，我在这个应该是周末复盘的时候，在上周也说过，因为这个60.13，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的这个周期，它这个回落虽然说已经跌破了0.618，就从这个起涨点回落是跌破了0.618的，但是呢，它的1小时周期上结构相对饱满的，我们之前是分析过，尤其是在有一天我分析的时候说过，这里有一个小三脉，当时我们分析的时候在这儿，然后出现了一个三脉，然后我当时就说它这个结构已经相对饱满了，该 cover 的人做空那帮人，该这个 cover 已经 cover 掉了，而且当时这个 MACD 是在这儿，就是说跌不动，说明这个下冲的力，它的下冲的力度没有了，说明这个做多的人，就股市里面做多的人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也结束了，那么它出现了这个，但是这个回落是不够比的，当时是不够比，出现这个三脉之后，那么后来它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演变，那么现在是又再次做了一个第二个中枢，这是一个第一个中枢，这是第二个中枢，那么这里是可以一种什么情况呢？它可以是再次突破这个前面这个小高点，突破这个34.96，突破34.96，如果说还能够拉回到这个中枢的话，我们看一下，如果说这里反弹回到这个中枢，比如说这是有一个这是120均线，120小时均线，如果说能够碰到这里的话，在37.5附近吧，如果说能够到这个位置又回到这个中枢了，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上一个周期出现变化了，那就是从60.13到28.29是日线的一笔回落，然后从28.29涨到这个潜在的30.5之后，是日线的一个笔反弹，那么这个位置就变成了一个日线的二脉。VIX 出现一个日线的二脉向下走的话，意味着这个指数可以出现一个上涨了，就是股票那边可以出现一个上涨。所以说呀，它现在是出现一个上冲的一个状态，它没到阻力位置的时候，那么股票那面肯定是也不会涨。你可以利用这个 VIX 来辅助判断一下股票那边什么时候就指数啊，或者说跟指数相关度比较高的那些个股什么时候可以涨，对吧？它现在还没有明显的受阻呢，说明这帮大机构他们还在做对冲的呀，因为它上涨，说明那帮人在买这个期权做对冲啊，对不对？200均线、200小时均线、120小时均线还没冲到这些位置呢，它可以再往上冲一冲。而且它还是一个从零轴起来的。如果说再有一个什么特朗普那边再发一个推文来个刺激的话，啪，这个张口就起来了，那可能直接就冲到120小时均线也可以，甚至冲得更猛，直接冲到这个趋势线这里也可以。这有一个大的趋势线，日线上有一个大的趋势线，前面几个高点连线，完全是可以冲到趋势线这里。那这样的话也符合我刚才说的那个。左侧60.13到28.29一笔结束，日线上，然后从这里到这里是日线上一笔，但是呢，因为这是离开了，相当于这里做了一个小中枢，然后走离开，这个离开没被持，这个离开就变成了不被持了，因为进入段在这儿呢，所以离开不被持就可以在这里再做一个中枢出来，然后再打一个高点，然后再结束整个的上涨，晓得吧？所以说呀。
任何的变化它都有一个那个临界条件，或者说出现一个多空的强弱变化，是这个多头出现了明显强的时候，那你多头强的时候你肯定就做多了。我们是散户都是要选边的嘛，谁多谁强我跟谁，多头强我就做多，空头强我就做空。如果说两个相对的平衡状态的话，那你就可以等待嘛，对不对？所以说不是说是什么时候都要去做的。好的，那么现在 VIX 我们也看完了，那么相当于它还能再往上冲一冲，所以说指数那边可能还要再继续震一震。然后在这个分析不是在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其他的，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黄金，最近这个黄金涨的确实是可能让很多人都捶胸顿足的，对吧？但是呢，现在这个位置有很多人要问，哎呀，能不能够追了，能不能够进呢？对吧？我们看一下黄金的这个结构。我们之前，在有一次直播，应该上周或大上周，我们分析过一次这黄金。但是黄金的结构我们之前分析过，所以说就图形上都有痕迹。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黄金下面有一个大中枢，我现在看的周期是3M，也就是每一根 K 线就是一个季度，非常大的一个结构，非常大的一个周期。这个起涨的时候是在1977年，对吧？因为它出现这波大涨的时候是从1971年开始的，发现没有？这个起涨点在1971年，1971年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吧？1971年就是这个美国，当时是，美国跟这个说要跟黄金脱钩了，也就是为什么从1971年开始起来的。那么，这个金本位没有了，就变成了以国家信誉作为一个锚点，以前是以黄金作为一个锚点来那个定价。现在这个脱离了黄金定价之后，黄金涨了一波，也就为什么从1971年开始，1971年之后，其实黄金还在一直是一个大牛市，这个季度上，这是第一个季度的中枢，比中枢，这是第一个季度的比中枢，这里出现了季度上第二个比中枢，那么第二个比中枢起涨点在这个位置，1614.92。164.92是季度比中枢的这个起涨点，也就是说，现在走的是这个趋势上，季度的趋势上 ，A、B， 然后这现在走季度的离开段或者季度的 C 段，那么季度的 C 段，黄金能不能够涨呢？那就看这个季度的 C 段内部的一个结构饱不饱满，能不能够结束。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分析它的次级别，看一下月线上。月上3段，很清晰的3段，1、2、3，三不背驰，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英伟达呀、特斯拉呀，还是什么 VIX， 一定要有变化。3跟1不背驰，那我就这里可以有4和5。现在3还没结束呢，你想要它结束的话，你要有顶纹型啊，连月线的第3浪的顶纹型都没有出现，你说黄金能不能够涨？对不对？它出现了，即使说有3浪回落了。4也还有5呢，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想买的话，最好当然是3结束之后这个4浪回撤的时候，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3结没结束呢？那就要看它的内部了。看一下3结没结束，周线上还是一笔，黄金的周线就是月线的3的内部，这段的内部，如果说用红颜色的话。它的内部还在次级别上还是一笔，它的次级别上还是一笔，所以次级别上没结构。看一下日线上，也就是月线的次级别。有的时候你看它的级别的时候，月线上你看先看它的次级别周线没结构，那我就看它的更小周期，也就是说次级别。在次级别上，也就是日线上，下面是一个 A 中枢、A 中枢、B 中枢、C 中枢。日线上走出一个3中枢趋势上，对吧？一般这种像大宗商品的这种结构啊，它的延续性是非常好的。一旦延续性形成之后，它可以出现3中枢、4中枢、5中枢。尤其你看大宗商品在黄金啊、石油啊，
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你要去做大宗商品的话，可能比较熟悉它的。我其他的品种我不太熟悉，但是主要就是黄金、石油，这都是大宗商品。那么它们的这个趋势延伸度是比较好的。如果说趋势延伸没结束的时候你进的话，就很容易被这个挤空，这就是明显这个延伸性非常好。一般在股票出现3中枢都很少，一般2中枢结束的概率就比较大，对吧？但是呢，也不是100%的，你就看它的延伸性。你像外汇的那个，你如果说操作外汇的话，那外汇里面也是3、4个中枢的也很多，延伸性也比较好。但是现在黄金在日线上是出现了3中枢的趋势上，那么现在到了第3个中枢了，第4个中枢还没出现呢。那么3中枢的第3个中枢的3买也出来了。这第3个小中枢的3买还给了一个3买，然后又打一个离开。我现在要比较什么呢？我要比较这个出现3买之后这个 C 段的这3段，看一下这3段有没有被持。哎，马上要到一个关键的位置，现在是没有被持的，等比例在3205，3205是这个位置到3205跟前面的空间一样是等比例。但现在已经到了 1.618 了，快到 1.618 也是一个关键的位置。那么冲到 1.618 之后，就看这个潜在的压力位置能不能够给到压力，就是说这个位置你看看有没有出现大量的卖盘，涨得比较猛嘛，很多人想落袋为安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那么就看它这笔回落，前面也是出现过回落，但是不够比，不够一比。所以说你看它回落之后，那就是一个1、2、3、4。也是一个日线上的第3个中枢的4浪回撤，4浪回撤之后看看第5段，那你在哪个位置进呢？肯定是在回落的时候进了，对吧？肯定不会追在这个位置上。那么4浪回撤之后看看第5段，第5段如果是强的话，那也可以出现6和7，对不对？所以你要做交易就是一段一段做嘛。那么日线上吃一段，吃了力度差不多了，卖一点，也可以说到了这个位置先减一点。即使往上走的话，你手里还有底仓，对吧？手里有底仓可以继续拿。如果说它可以继续往上走的话，那可以在上面的位置再出现4的回撤，也可以。具体在哪儿的话，谁知道呢？对不对？谁知道它能够那个生长到哪儿呢？一个人能够活多久？一个小孩刚出生能够生长到多久？你从小的时候就能看得到吗？它是一点点生长出来的呀，没有人能知道一个走势刚开始生长的时候它能长多高啊，跟人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说你没有办法预测到哪儿，你只能说是，哎呀，他可能活到了，比如说今天这个，罗马教皇今天是去世了，对吧？那他是88岁，你88岁走了，你不能说他3岁的时候说啊，我3岁看老，我就知道你能活到88。如果说这种人告诉你他能看到88岁，你是说他是个疯子或者傻子，对吧？没有人知道这个人能活到88岁，还是能3岁就活到8岁就夭折了。你没有人能知道啊，因为它是一点点生长出来的，它是各种事件刺激的，它是这种因缘聚合造成的，它是合力造成的，它是能活到88岁还是能活到8岁，它能生长到3400多还是能生长4400多，这是一个合力的这个结果。那你没有办法预测到什么，比如说他到了87岁的时候，这个教皇87岁或快到88岁之前，哎呦开始有重病了，有肿瘤了，有癌症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预测，哎呦，可能是大概活不过这个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你可以预测，因为它已经有衰败的迹象了，对吧？所以说我们不是漫无目的的预测，而是说当下有没有表现出来，它有没有表现出来弱势，它有没有表现出来弱势？没有任何弱势的表现呢。这个 MACD 张口张的太大了。张口张的这个快慢线的张口越大，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级别的这个上涨的动能越强，对吧？那么它可以一直往上涨，它可以一直往上走，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哪儿。它也可以立刻一个事件驱动，立刻比如说各个国家的央行开始卖黄金了，那可以直接砸回来。好的，这是黄金，我们也大概讲了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再看一眼这个标普到哪儿了。标普的话又出现了一个低点，我们看一下这个最低在哪里。
5167，对吧？现在看一下30分钟有没有止跌的迹象。30分钟开始收的 K 线开始变小了，你发现没有？30分钟这个 K 线有点要出现十字星的一个结构了，30分钟上有点要止跌的迹象了，有止跌的迹象，这只是出现迹象。什么时候有可能性比较大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它是要从那个88岁死掉的时候，你要有迹象啊，起码要出现底分型啊，对不对？你是进入了 ICU 重症监控室。那说明这个教皇不是之前进了 ICU 了吗？对不对？就在他今天去世之前，他不是进了医院好一阵儿，说什么肺炎感染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已经预示了，对吧？他不是说今天88岁，他是有迹象的，他是一点点表现出来的，他不是说前几天都是非常正常的，然后突然间挂掉了。不是的呀，它是一点点生长出来的，它是有迹象的。你只要是他身边的人，你就能知道它是有一点点演变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那么在它生长过程中，你如果说一直在观察它的时候啊，那你可以预测到，或者说你能够知道某一个点，这就是拐点，或者那个点它可能就要挂。那这就是你在更细节的一个观察，那你就需要利用到我们的区间套，把这个级别降到更低。看看它的内部结构，对吧？现在是30分钟，看一下5分钟。5分钟这里一个1、2、3，现在是有一个4的潜在的4的反弹，这是一个1、2、3、4。现在4的话不太，我们看一下4不够，因为最低点在这个位置，最低点在5167，所以4没出来，4没出来。现在这个5分钟上。还没有一个4的完事儿呢，4还没出来，说明3可以继续跌。虽然说30分钟上有潜在的这个止跌的迹象，但是在5分钟上还没有出现5浪呢。一般在小周期上，我们基本上要等这个结构相对要饱满一点。什么叫相对饱满呢？就是起码要有一个5段吧，对吧？这个5段才有可能说这个结构要结束了。那么如果说5段结束之后，这个1、2、3、4、5，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类中枢了，我们就以这个类中枢作为一个强弱的标准。什么是强呢？就是要突破的这个类中枢，然后一个回落不回来，给一个2、3买重合的一个位置，然后继续往上走。就是说这段要表达出这段的时候，我才可能进，或者说是现在不是一个5吗？1、2、3、4、5，这不是5吗？对吧？也可以是这个，哎，给个2买，这个做了一个中枢出来，然后有个2买，我也可以做这个2买，以这个前面这个低点作为防守，2买也可以离开，或者说在这里震也没有关系，震的话也会到高点之后再减掉，到高点附近的时候再减掉。如果说出现强势表达，那么就是出现我刚才说的那个3段3没背驰的时候，我当然可以多拿一拿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两种情况都没出现，在5分钟上这两种情况都没出现。那你能干什么呢？你要做多的话，你就只能等。现在指数走的还是相对偏弱的，对吧？第4笔都出不来。30分钟还是在延续，日线也还在延续。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眼这个美元指数。美元指数，我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说过，我是大周期上我是看它那个能到90这里，就这里是有一个相对大的中枢，季度图上看能不能够到90，这里有一个120季度的一个均线，120季度在92.9，对吧？所以说我说看到先看能不能踩到120季度，90这个92这个位置或90附近吧，或92附近。是一个大的一个或中长期的一个大的支撑的位置，因为现在美联这个谁，特朗普他们这届政府不是，虽然说没有明说吧，但是他们想向大家，因为美元如果说出现一个弱势美元的话，可能这个它的出口相对于美国产品就便宜了嘛，可能对于它的出口是有好处的，这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美元的信誉度。这个可能是没有掉了，大家对不信任美元了，也开始做空美元或者卖掉美元，换成欧元或者换成人民币或者换成其他的一个币种，对吧？
因为这就是一个信用崩塌造成的这个美元现在开始做空美元。那也有可能是他们这个暗中在故意这么玩，也有可能。那么在月线上的话，这是一个3段，从114.78下来，3段还没到等比例，已经跌到了120月这里。如果说跌的深点的话，就先去这个94这里的话，或者95吧，取整的话先到95的话可能会得到一个大的支撑，先弹一下。弹一下之后，这里也可以做一个反向中枢之后再下来，就去我刚才说那个92附近。所以说就是看这个110这个下跌，这个月线上这一笔能不能够砸到95这个位置，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周线上的话一笔下来，周线上是一笔下来，前面这里个周中枢直接砸穿了，看到没有？这里这个周中枢是前面这个走势的一个中枢，你可以借用它来分析这个力度，它直接就干穿这个中枢了，对吧？说明也可以有一个颈线。很多这个传统理论分析的话，他们是有一个颈线的，这里有一个颈线，对吧？跌破了100吧，一个整数位置就是它的颈线的位置，跌破100了，又破了颈线了，那基本上就要走反向了，就是回不来了，因为它力度太强了嘛，对吧？这就是利用前面这个中枢来辅助判断。那么周线上还是一笔下，看一下日线。日线上结构现在相对的就比较多了，110这个起跌点2次反弹构成第一个 A 中枢，开始离开一个反弹，开始出现一个3脉，哎，再次走。现在这个3段就是从这个起跌点107.66这个起跌点3段不背驰，现在在日线上这3段不背驰啊，我刚才就说了，不是非要去2中枢趋势下，也可以是一个中枢啊，前提是你这个中枢要有反弹的强度啊。如果说出现这种不背驰的情况，那更容易出现 B 中枢，这里更容易出现大 B 中枢，这是前面是大 A 中枢，只有这样的话才有可能结束110下来的整个的这个趋势。所以说，这个美元指数想要结束这个下跌还早着呢，它完全是可以弹一下，再一个跌就是一个12345。然后回来做这个大 B 中枢，然后再打一个低点，才有可能结束整个的这波下跌，对吧？当然了，这是我刚才说的下跌的。还有一种就是转折是怎么样呢？就是上去了，这个关键了，到这个2买这儿，如果说前面是1买的话，然后3要不背驰，这个才有可能说哦，这个97.92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拐折点了，因为3不背驰啊，对吧？所以现在这一段还没结束呢。就这段下跌还没结束呢，所以说且跌呢。那么我们再看一下104下来这段的整个的内部，看一下它这段的内部结构的饱满度，也就是为了分析它这段什么时候能够出现这一笔的反弹，只有它结束了，才有可能出现反弹嘛。我现在看的就是这段内部的结构。我们先看一下4小时上。4小时的话是一个从104.68，是这里是可以有一个2脉，我们把这个结构这里给它补一下，就是说4小时的一个2脉先出现在这个位置，虽然说它的这个空间并不大，但是一个明显的一个2脉，然后这是3，然后4，然后第5段。然后你这里做一个6也可以，但是如果说不做6的话，就直接到这里。说4小时上结构，我们给它说一下。我现在以这个104.683作为一个最高点分析的话，4小时的结构，1、2、3、4、5，这个5非常长。但这里你要做一笔反弹也行，但是它是一个 K 线破坏了整个的一个结构，所以说都算成这个第5笔或第5浪的内部也行，就是区别并不大。那么4小时上现在是走第5段，但是呢也已经出现了4小时的底分型了，4小时上有可能有一笔反弹了，也就是说4小时上要给一个1、2、3、4、5、6第6笔的反弹。第6笔反弹，因为它这个5它走的太强了，第5段走的太强，第6段反弹很难碰到前面这个低点，很难碰到101.267，对吧？
因为这个空间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空间，如果说想要碰到那个位置的话，需要涨将近3%呢，需要美元指数涨3%，这个空间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如果说涨不到3%的话，可能只是一个弱反，然后再来一个低点，就是一个1、2、3、4、5、6、7，又到了我们刚才说的7浪衰竭。如果说真到7浪衰竭的时候，可能是这一段，也就是4小时这个结构相对就饱满了。这4小时上相对饱满了，才有可能日线上那一笔下跌才有可能结束呢。所以说，现在再回到日线，就这笔的内部4小时上才不够饱满，有可能在做第6笔反弹。第6笔反弹不够强，还有第7笔。所以说呀，这段结束的这个时间还早，从104.68下跌的这段没有结束。那么美元还会在更小周期的这个让它的结构相对饱满之后，才有可能出现一个这个向上反弹这段，日线上出现反弹。日线上反弹，那么1、2、3、4还只是一个4的反弹，然后才有5，现在是日线，所以你一定要把周期结合起来看，就是日线的4小时的、1小时的，因为这个美元这种外汇的话，它的次级别我们看的是4小时，对吧？像股票的话，日线的次级别的话，我们看的是60分钟或者30分钟，它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它的次级别我们看的是4小时，那么1小时是日线的次级别，它是有不同的。这是这个美元指数，我们也是稍微看了一下。那么还有我们一会儿直播到11点就结束，还有4分钟，我们再看一下标普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又出现了一个下沉。我们刚才说过，30分钟刚才是有迹象下跌，但是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低。我们再看它的5分钟，5分钟3继续延续，对吧？我刚才说了，这没有出现任何的饱满的结构，就是说没有5段的时候，你就不要做任何做多的这个企图。5没出来的时候，你就不要做任何做多的企图。所以说，有了技术分析，你就知道你应该干什么。这4都没出来，那说明它还要延续3呢，说明3都没结束呢，说明这个第3段都没结束呢。我们可以利用这最后几分钟时间跟踪一下这个标普，看看它能不能够出现我们说的那个。但是因为现在只有3分钟时间，能不能出现底分型吧？或者说这笔结束之后能不能够收上来一点，出现一个潜在的出现一个掉头的迹象。现在主要消息面的刺激就是我们看一下消息面上有没有什么刺激它在持续的这个延续下跌，主要还是什么呢？主要还是特朗普对这个鲍威尔的这个施压。然后呢，现在这个下跌有可能是华尔街在给那个特朗普做警告，对吧？华尔街在警告特朗普，你不要再干扰美联储的独立性了。你如果说干扰美联储的独立性的话，那么这个我可能就要崩盘了，对不对？所以说华尔街现在是要给特朗普点颜色看看，你如果再这么搞的话，我就让这个股市、债市、汇市3杀，我给你来个3杀，我让你在这个胡说八道，对吧？所以说现在美联储但是呢，美联储这个鲍威尔这家伙他是一个律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一个律师出身。现在这货，他把自己也是架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他现在降息或者不降息都比较尴尬。你说他不降息吧，是说哎呦我要保持美联储的独立性，我不惧于特朗普的施压，对吧？我保持独立性，我不降息。但是如果说市场的数据已经表明我现在通胀开始下降了，已经表明这个通胀开始改变了，我还不降息，我就就是因为特朗普的原因，我就跟他硬杠，表明了他的独立性，他也可能这么干，对吧？但是呢，他如果说降息的话，本来数据是确实是支持我现在开始降息的，但是呢，市场也可能解读成，哎呦，你可能是受迫于特朗普的压力，你一个这个承受不了压力了，我可能要开始趋于他的这个开始降息了，也有可能，所以他降和不降都是比较尴尬。现在这个整体的让特朗普给搞的，美联储现在是左右不是人，对吧？但是呢，虽然说
特朗普说他如果说让那个美联储主席让他，如果说他把他炒了的话，他就可以这样做。但是你可以这样做，能不能够符合这个法律，对吧？所以说整体还是，因为毕竟这个国会要通过这么个高级别的一个解雇的话，是需要国会的一个通过的，那么是需要可能要改宪法，对吧？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呢，即使是这样，就是可能是特朗普就痛快嘴儿，已经让市场开始非常担心了，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你别再胡说八道了，再胡说八道我就跌破4835去，就市场暴跌，对吧？因为特朗普那个谁，那个特朗普可能更关注的是10年债，十年债今天也是下跌的，虽然这个图形上上涨，但是它的收益率是下跌的，所以说它可能直接再往上涨，突破前面这个4.6，甚至再去前面的4.8这里，那特朗普绝对是开始蹦起来了。所以说呀，这是华尔街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那么有可能特朗普一服软，立马市场又涨回来了。这就是现在市场严重的受限于这个消息的刺激，消息是好一天坏一天的，那么市场就天天就跟着消息来。那么，但是整体其实现在是处于一个1、2、3、4、5的一个，因为一般第5浪或第5段都是比较纠结的，对吧？因为它没有出现明显的消息变化的时候是不会出现3的，一般出现浪形的里面是1、2、3段。这个3是这个强势的主升浪，但是呢，2和4是比较磨人的，对吧？现在就是这是上涨，如果说下跌的话就是5，下跌的话就是这个现在是走第5段，或者说是这个前面第1段，这都是相对比较磨人的。那么这个如果说磨不完的话，它就不会出现转折。好的，现在是美东时间11点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